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同大家之前分享咗幾集比較理論性少少嘅話題啦，希望都唔會悶親大家啊。今集咧就改一改方向啊。大家都知道啦，我係一個土木工程師。不過咧喺嚟到今日嘅位置之前咧，其實我人生入邊咧都有一段比較失落少少嘅時間。喺美國嘅大學畢業咗之後揾唔到嘢做喎。點樣去所謂力爭上游？喺網上面無論係賣下教科書啊，去維修下電話啊，到後嚟喺土地測量嘅行業去工作，爬升呢個職業嘅階梯，喺呢個所謂嘅機會之地美國揾到我嘅人生目標呢。都希望今集咧係可以俾到一啲可能移民到去外地啊，無論咩國家都好啦，你哋嘅大朋友又好，細朋友都好啦，可以借鑑一下去揾到你哋人生嘅新方向啊！我知道啦，身邊有一啲申請咗 DED 工卡嘅網友就嚟收到佢哋嘅工卡，可以開始揾嘢做啦。上一集都提過啦，其實而家美國嘅就業市場咧就非常之好嘅，所以咧揾嘢做就真係絕對唔係好困難噶。所以大家真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噶。翻到嚟我自己啦，其實大學畢業到而家啦，都大概已經係10年前左右嘅事啦。當時咧我係土木工程系碩士畢業噶，學校都算係中規中矩啦。所以咧一直都唔覺得揾嘢做咧係一件咁困難嘅事喎。但係咧一個新嘅畢業生真係到你去投入市場去做嘢嘅時候咧，現實就唔係真係咁理想嘅喎。我都唔記得咗啦，究竟我寄出咗幾多封嘅求職信，而大部分都係石沉大海、渺無音訊。同好多人啦一樣啊，開始即係喪失鬥志啦，開始覺得社會係咪放棄咗自己呢？有啲嘅僱主會同你講你冇經驗喎，所以佢咪唔請你咯。但係你唔請我嘅話，我又何來有經驗呢？當然啦，而家我諗翻轉頭，其實當時仲喺大學嘅我，好應該係揾翻一份internship 之類嘅，即係去累積下經驗啦。呢個的確係我冇周詳考慮嘅結果。但係反過嚟睇啦，其實我又唔想話好似一個咩過來人啦，你話啲咩廢佬啊，啲乜師嘅用呢個咁嘅觀點去批評今時今日仲喺度揾緊嘢做嘅年青人啦。就算今日我仲喺大學都好啦，其實喺大學即係你享受下大學嘅生活特別喺進入社會工作之前，呢啲咁珍貴嘅回憶或者係你之後再冇機會嘅，用咗嚟即係提前去揾嘢做，其實又係咪真係值得呢？無論如何啦，時間就過咗3-4個月啦。大家亦都要想像一下喎。就算我哋係亞裔都好，通常都會留翻喺父母屋企啦。但係點都會感受到少少即係生活上面嘅壓力㗎。畢竟當時嘅我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升咗仙㗎啦，已經摒棄咗我哋塵世嘅浮華，去追尋呢個心靈嘅深處嘅清靜。所以咧，我慢慢都要開始去揾一揾之前提過開源節流入邊開源嘅方法。我慢慢咧就諗翻仲喺大學嘅時候點樣去揾一啲即係額外嘅收入嘅咧？當然咧，而家嘅話咧，其實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去送下外賣啦，送下超級市場啦，去送下包裹等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自僱嘅工作。但係你諗翻10幾年前咧，其實呢啲嘅服務咧仲係未存在㗎。所以咧喺大學嘅時候啦，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喺網上面賣一啲雜物，或者係賣下書啦。呢度指嘅書咧係教科書喎。大家都記得啦，嗰陣時其實 Amazon 咧其實慢慢先開始形成氣候嘅啫。而翻大學嘅時候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其實教科書咧係會因應你嘅學季而有價格上面嘅波動，亦即係話啦，你喺非學季嘅時候去入貨，然後喺開學高峰嘅時候去賣出嚟咧，就會賺到中間嘅差價。而其實收書咧有好多個方法嘅，大部分時間啦，其實你可能喺 eBay 等等嘅網上面嘅競投網站啦，又或者你去到圖書館，有陣時咧佢哋會將一啲舊書佢哋唔要啦，免費擺出喺門口等你哋攞㗎。呢度咧你一買一賣咧，其實一本書咧你可能賺到10元8塊㗎。一個學季你可能買到100幾10本咧，其實你都可以賺翻一個唔錯嘅下午茶嘅錢㗎啦。所以之後大概可能3-4個月咧，我就開始去慢慢做呢樣嘢啦。當然又慢慢發現啦，教科書嘅利潤好似冇以前咁好喎，因為開始好多人去做啦。之後咧就嘗試去揾另外一個可以低買高賣嘅產品。大概10幾年前啦，其實最風靡全球嘅產品，大家又記唔記得係乜嘢咧？當然就係智能手機啦。我作為一個即係冇嘢做啦，又啱啱畢業嘅大學生，用之前提過慳錢嘅心法，去買一部全新嘅智能手機，好顯然地啦，就唔係一個合適嘅選擇嘅。但係我問咗我自己咁多問題之後，但係我又好想要部手機喎，我會點樣做呢？當然就係要去揾一個方法去得到佢哋啦。所以我就諗到啦，
點解唔喺網上面買一部已經爛咗嘅手機，然後攞嚟整翻佢呢？咁呢個咧亦都好同美國嘅消費文化好有關係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你話買新車啊、買新手機咧，其實嗰個折舊率係好高㗎。咁二手電話啊、二手車咧，甚至可能你真係爛咗嘅，其實價格咧係非常非常之低㗎。所以咧，我就用一個比原價可能低2/3嘅價錢啦，買咗一部可能爛咗 mon 嘅智能手機，然後同一時間花大概1/3嘅價錢去買嗰個嘅熒幕嘅替代品啦。咁如果大家唔係好知道，其實智能手機嘅構造咧，特別係以前嘅設計啦，咁其實佢只係一部面頭一個輕觸式嘅玻璃，即係 digitizer 啦，然後後邊有一塊以前係 LCD 啦，而家係 LED 嘅熒幕，然後再後邊嘅就係主板。以前咧，其實主板咧係可以分開嚟維修㗎，咁比起而家咧嗰個嘅設計咧，其實相對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去整。加埋電池啦、相機啦、喇叭啦、背面個殼啦等等，其實加埋一齊咧就係一部電話咯。咁呢度咧所有啊，其實都係非常之簡單㗎，你同我都可以去整。咁當然啦，你話即係題外話咁其實時至今時今日，你話啲廠商為咗講求防水性啦、設計啦、重量啦、保安性等等，其實手機咧係越嚟越難整㗎。咁無論如何啦，咁我就整咗我人生入邊第一部電話，我係自己用㗎。咁我先發現其實真係有利可圖喎。所以咧我就即係照版煮碗啦，咁就買咗啲手機翻嚟去整，然後攞出嚟賣。咁當然咧，我又慢慢發現咯，其實全新嘅你買一啲嘅維修嘅零部件啦，咁其實係佔咗呢個成本係好大嘅份額㗎。咁特別咧，好似三星嘅電話咁其實佢嘅熒幕咧，以前嚟講咧係佔咗成部手機超過一半嘅成本。如果我嗰陣時真係買啲零部件翻嚟去整嘅話咧，我根本就係無利可圖㗎。咁所以咧，我就慢慢去研發另外一種嘅產品啦，咁就係濕水或者 water damage 嘅手機啊。大家應該都會記得啦，其實10幾年前嘅手機咧就冇而家話咁防水嘅喎。咁你一濕咗水咧就唔能夠開機㗎。而有好多人就因為咁樣咧，就會將佢哋抌上去，好似 eBay 咁樣，用一個比較賤價咧去出售㗎。我喺度打個比喻嚇，例如一部可能手機係原價500蚊咁先算啦。當然你又視乎你個品牌啦。一部可能爛咗 mon 嘅手機，咁可能就會變咗可能150蚊200蚊左右啦。但係濕水手機咧就好視乎情況啦，有陣時咧可能係100蚊甚至更加低嘅價錢。當然啦，呢度咧係一個比較高風險嘅投資，畢竟你係唔知道濕咗水嘅後果啦。而對住呢啲嘅手機，其實即係你會點做咧嚇？咁我咧就會將嗰個主板拆咗落嚟啦，你就會聞到一係就係洗衣粉味啦，咁即係跌咗入去洗衣機。有陣時你就會見到有啲嘅鹽啦，有啲嘅沙粒。咁呢一部電話就可能去咗海灘啦，去咗沙灘。維修工作咧其實就非常之簡單嘅啫。將個主板拆咗落嚟啦，然後擺喺水喉之下清洗乾淨啦，然後用99% 嘅消毒酒精並唔係大家而家疫情之中喺普通藥房可以買到嘅70或者90%喎。然後你浸佢一晚，基本上咧其實嗰個酒精咧已經將個水分吸乾晒㗎啦。然後最後將呢啲已經清潔好嘅底板再放入去白米之中放佢一晚啦。可以咁講啦，其實大概6-7成嘅手機咧，你只要做晒咁多嘅工序之後咧，你再砌翻埋一齊啦，成部機咧就可以正常地運作㗎咯喎，並唔需要任何其他額外嘅維修品㗎。咁當然啦，有啲嘅情況就係嗰個底板真係因為嗰啲嘅水分而去短路啦，而燒咗。咁但係咧，佢相對嚟講，佢個熒幕咧嗰個嘅防水性係比較好啦，佢就係完好無缺嘅。咁所以咧，我就會用另外一部壞咗嗰個 mon 嘅手機去正常嘅底板啦，然後砌落去一部頭先即係 water damage 嘅電話，然後砌埋一齊就可以做一部正常運作嘅手機啦。咁我發現咁樣做咧係會比我喺即係向呢啲中國大陸嘅嗰啲廠商去買一啲呢啲 replacement 嘅零部件更加划算啦。例如啦，10部電話可能我買咗一半可能濕水嘅，一半爛 mon 嘅，加埋一啲嘅原材料，咁可能我會砌翻出可能6-7部嘅電話出嚟，然後剩翻2-3部可能佢主板壞咗啦。咁由於我係冇咁多專業嘅器材啦，例如可能你用個顯微鏡零部件之類啦，去整翻可能電容等等啦。咁所以咧，我係會將呢啲所有爛嘅零部件咧砌翻埋一部即係完整嘅電話啦，然後再抌翻出去俾人去買然後可能我哋有專業人士可能整翻好部電話啦。
咁當然啦，你話維修電話有好多嘅詳細嘅細節咧，我呢度就唔一一去詳述啦。咁但係咧，當我可能一個月你整翻可能10幾20部啊，甚至幾十部嘅電話，其實你係可以勉強嘅去維持到我自己個人嘅基本嘅生活嘅開支㗎。而喺 eBay 啊，你去 Amazon 啊等等呢啲去所謂做電商嘅工作啦，咁當然你話係好小型嘅啫嚇。咁但係你由採購，你就包裝，你去做客戶服務啊，去會計等等呢啲唔同嘅嘢，係可以令到你更加去了解呢一行咧嚇唔同嘅運作㗎。咁樣嘅人生咧，我又過咗3-4個月喎。咁當然同一時間，我依然都會有去申請工程相關嘅工作，亦都會有去面試。但係咧都只係石沉大海。甚至之前有網友問我點樣去揾嘢做啦。咁其實我都有介紹過佢哋，除咗喺加州嘅 CalShops 嘅網站之外咧，去到唔同嘅地方有一啲嘅就業嘅中心去揾佢哋求助。佢哋都係一啲嘅非牟利嘅機構，會介紹大家一啲唔同行業嘅工作職位，甚至係提供一啲免費嘅培訓、技術嘅支援。免費俾你係使用佢哋嘅電腦打印求職信等等，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去到佢哋嘅網站去瀏覽一下㗎。但無論如何啦，我畢業出嚟3-4個月攞嚟 send 求職信，之後3-4個月喺度整下電話買下嘢咁樣，咁但係都係揾唔到嘢做喎。咁我之後點樣去真係揾一份比較專業少少嘅工作呢？咁我哋就留翻下一集再慢慢去分解。咁都希望啦，你中意今集嘅節錄啊！咁唔知大家有冇喺 Amazon 等等嘅所謂電商嘅平台去炒賣賣過呢？咁喺下邊留個言話俾我聽啊！都希望你唔記得去訂閱啦、去分享啦，同埋讚好我哋嘅頻道。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